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人过了50岁，保养和不保养差别真的很大。保养方法到了中年其实很简单，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步入50岁，每位女性朋友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然而观察周围，我们不难发现，面对岁月的痕迹，每个人的选择和态度都在悄然塑造着他们独特的风貌。有的人坚持日常的护肤和保养，而有的人则任由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仿佛在无声中划出了一条界限，勾勒出中年女性不同的容颜和气质。接下来，咖啡屋将通过3组对比照片，直观地展示那些注重保养与那些不太注重保养的女性在外观和气质上的差异。通过这些对比，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女人来说，保养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体现。1. 坚持保养与从不保养的女人，差别有多大？3组对比图告诉你答案。有意识地保养自己的女人，绝不会仅仅依靠天赋的美貌或青春的资本，就对自己的外表和健康掉以轻心。她们不会熬夜，沉溺于酒精，带着妆睡觉，或是忽略防晒措施。无论是在她们最辉煌的岁月，还是在面对衰老的考验时，她们总是积极寻找方法来延缓岁月的痕迹。正是这样的坚持和努力，让他们在同龄人中显得更加卓越，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坚持保养的女人通常有以下3个优势。优势1，形象上的年轻漂亮与老气横秋。坚持保养的女性，她们的肌肤就像精心呵护的花朵，紧致而细腻，透着自然的光泽。她们的脸上鲜有皱纹的痕迹，色斑也似乎对她们敬而远之。她们的容颜似乎被时间遗忘，保持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年轻态，让人几乎猜不出她们的真实年龄。她们的存在仿佛是对冻龄传说的最好诠释。岁月在她们身上化作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让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相反，那些从不保养自己的女性，往往会在30岁之后遭遇一种急转直下的衰老。比如80年代北影厂的厂花方舒，她的故事让人不禁唏嘘。步入中年的方舒，肌肤早早便失去了往日的紧致与光泽，变得松弛而暗淡。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细纹和色斑，在无声地诉说着流逝的年华。她的容颜承载了太多过往的痕迹，整体形象显得有些老态龙钟，甚至带有一丝乡土的气息。优势2，气质上的优雅大方与自卑敏感。保养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外观个人形象，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内在气质。实际上，一个人的气质并不会被外貌所左右，但它确实会受到我们形象的制约。那些坚持日常保养的女性，如果你曾经仔细观察过她们，你会发现她们总是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优雅，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自信和从容。而反观从不进行日常保养的女性，她们可能会因为外表上的不足而感到自卑和敏感。在社交场合中，她们很容易会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难以完全展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长此以往，这种状态可能会逐渐影响她们的心态和行为，形成恶性循环。优势3，心态上的热爱生活与单调乏味。女人坚持保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魅力。毕竟追求美丽是女人的本性，而迷人的外表无疑会在日常生活中带来诸多好处。那些坚持保养的女人，随着外貌的提升，她们的心态也往往变得更加积极，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了自身的状态，
久而久之，她们开始享受保养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相对地，那些不注重保养的女性，她们的心态和生活会显得更加单调，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可能不够敏感，也不太追求。在她们看来，保养是一种既耗时又费钱的活动，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其他更实际的事情上。然而，正是这样的态度，会让她们错失许多因美丽而开启的机会和体验，让生活变得单调乏味。2. 坚持保养的女人都有以下技能与优势，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在追求美丽与优雅的道路上，那些坚持保养的女性不仅能够拥有更多的幸福与快乐，也能拥有更多的技能与优势，能够让她们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技能1：化妆技术娴熟。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普通女人只要学会化妆，3分长相也能提高到7分，而保养本就是一个追求美的手段。对美丽有着向往的女性，自然也就懂得如何娴熟地化妆。化妆为女性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能够显著提升一个人的外观。正如我们从对比照片中所见，高超的化妆技巧能够巧妙地调整面部轮廓，遮盖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同时突出个人的美丽特质，让女性的颜值瞬间提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化妆还能够改善一个人的气质和精神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肤色不够明亮、看起来有些疲倦的中老年女性，合适的妆容不仅能够美化她们的外表，还能让她们看起来更加有活力和精神。化妆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够让人焕发新的光彩，展现出更加自信和充满活力的一面。技能2：会做各种发型。大家都知道，发型就像是女性的第2张脸庞，一个得体的发型不仅能够巧妙地遮掩脸型和头型上的小瑕疵，还能在视觉上带来减龄的效果，让人看起来更加精神焕发。掌握了多种发型技巧的女性，能够根据不同的场合、心情以及搭配的服饰，轻松地变换发型，展现出自己多面的个性魅力。无论是高贵的盘发、自在的披肩长发，还是潮流的编发，她们都能轻松驾驭，随心所欲地塑造出不同的风格，从而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她们明白，发型设计的真正意义在于美化我们的外表。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发型能够修饰我们的脸型，遮掩头部的不足之处。比如闫妮，她的形象转变令人瞩目，左侧的发型显得老气，连带着她的形象也显得不够高雅。而右侧的发型经过巧妙的设计和造型，不仅让她的脸部线条更加柔美，头型看起来更加丰盈，还极大地提升了她整体形象的美感。技能3：懂穿搭与时尚。岁月不饶人，但时尚从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会保养的女人通常也会懂得时尚与穿搭。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女人的形象是绝对离不开穿衣打扮的。而会打扮的女人与不会打扮的中年女性之间的差距，也不是一般的大。女人会穿着打扮有着诸多优势，她们对时尚有着天生的敏感，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潮流的脉动，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日常装扮中。她们擅长运用色彩的搭配、面料的选择和款式的搭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时尚语言，让她们在众人中独树一帜，散发出迷人的时尚魅力。不仅如此，她们还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服装来展现自己的身材优势。她们深知如何挑选合适的款式和搭配技巧，来衬托出自己的身形特点，巧妙地隐藏那些不那么完美的地方。她们的穿搭总是恰到好处，展现出最理想的身材比例和流畅的线条。3. 女人任何时候开始保养都不迟。以下几个保养建议，做到了就能逆袭，
建议内调外养，双管齐下。想要拥有健康美丽的肌肤，关键在于内外兼修。首先，从饮食入手，我们要注重营养均衡，让身体吸收各种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和高质量的蛋白质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比如充足的睡眠和早睡早起的习惯，对肌肤的自我修复和内分泌的平衡至关重要。别忘了，适量饮水也是保持肌肤水润光泽的秘诀。在外部护理方面，挑选适合自己的护肤品进行日常保养是必不可少的。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年龄，选择合适的洁面、保湿和防晒产品，定期进行皮肤管理，比如去角质和敷面膜，可以帮助肌肤排毒，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同时，防晒工作绝不能忽视，因为紫外线是导致肌肤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做好这些，就能有效延缓肌肤的衰老过程。建议2，多运动，保持身材。锻炼不仅有助于塑造迷人的身姿，还能强化我们的体魄，提升抵抗力。对于中年女性来说，运动是减脂塑形的良方，它能提升肌肉的紧致感，让身体充满活力和健康。然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至关重要，比如瑜伽、慢跑或游泳等，每周保持3到5次的频率，每次至少30分钟。关键是要持之以恒，不要让运动变成一种负担或任务。只有真正享受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才能让锻炼的效果达到最佳。建议3，塑造仪态，提升气质。女性之美首先体现在仪态上，而仪态更是女性气质的集中展现。一个优雅的仪态，能让女人在任何年龄段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中年女性若想塑造出美好的仪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站立时要保持身体的笔直，双脚并拢或微微分开，双肩自然放松，头部抬起，目光平视前方。这样的站姿不仅彰显自信和从容，还能增强我们的气场，在社交场合中让我们更加自信。坐下时，背部要保持挺直，坐在椅子的前半部分，双手轻轻放在腿上，双脚平放在地面或优雅的交叉，避免驼背或过于松懈的坐姿，以免影响到他人对你的印象和个人气质。在日常走路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练习来改善仪态。走路时，用大腿带动小腿，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掌外侧到脚趾依次贴地，保持步伐稳健有力，同时让双臂自然摆动，保持身体平衡。抬头挺胸，目光向前，这样走路不仅显得自信，还透露出优雅的风范。同时，中年女人化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事实上，很多这个年龄状态的女性，就算勤于保养，也不免有一些小瑕疵，比如脸色暗黄。近处看脸上的细纹、肉纹和皮肤状态不好，很多不经常化妆的女人都觉得化妆太麻烦，就干脆放任自己的素颜。其实，化一个淡妆根本花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也投入不了太多的经济成本，就可以让自己展现出更美、更充满自信的状态。所以在这里建议中年女人，出门再匆忙，也要尽量化妆，掌握这4步就可以了。3步搞定自然服帖妆容。1. 妆前补水可以使妆容更服帖，不宜卡粉卡纹。简单易操作的护肤流程，轻松几步，打造日常护肤好习惯。首先，轻拍爽肤水。在完成洁面步骤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面部，然后取适量爽肤水，轻拍面部1到2遍。这不仅能够帮助清除残留的污垢，还能为肌肤注入水分，缓解紧绷感。坚持每天早晚拍爽肤水，还能时刻补充肌肤所缺失的水分，
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接下来涂抹乳液或面霜。如果你对护肤有着更高的追求，可以在爽肤水之后使用精华液。最后别忘了涂抹眼霜，但无论时间多么紧迫，乳液或面霜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深层保湿和锁住水分，提升肌肤的含水量。乳液质地轻盈，适合油性肌肤，而面霜则能提供更持久的滋润效果，干性肌肤使用更为适宜。2. 涂一个和肤色接近的粉底液。在众多化妆品中，粉底液以其高性价比脱颖而出，它的遮瑕效果比隔离霜更胜一筹，同时避免了遮瑕膏可能带来的厚重感和粉痕。只需简单涂抹，就能轻松获得自然服帖且具有美白效果的妆容。选择粉底液时，务必挑选与肤色相近的色号，过分追求白皙会导致妆容显得不自然，就像涂了一层腻子一样。3. 切记要定妆。最简单有效的定妆方法，散粉定妆。刚刚涂完粉底液以后，脸上的肤色立刻就被提亮了，但这个时候我们脸上的皮肤摸起来是湿润有点黏腻的肤感，这种状态是很容易脱妆氧化的，如果不定妆就会很快氧化变黄。最简单有效的定妆方法是用散粉定妆，因为散粉是干燥的质地，可以使妆容更持久。建议姐妹们用一个有提亮肤色功效的定妆粉，这个年龄皮肤通常比较暗黄，脸上只用粉底液不够白，最后用一个提亮肤色的散粉会让妆容更白皙透亮。4. 涂口红。口红是整个面部妆容最重要的一个化妆品，可以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妆容效果。当女人到了中年，很多人唇部的肌肤再红润，会是那种发黄发紫的状态。如果不涂口红，不仅显老没气色，还会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但是涂了口红，整个人感觉就不一样了，它可以立刻改变你的整体状态，还能悄无声息地起到显白、提升气质的效果。女人不管是处于哪个年龄阶段，都有独特的美，岁月不会在任何人身上停留，但是学会化妆可以改变岁月对我们面部肌肤的摧残，也可以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出门再匆忙，要尽量要化妆，只要掌握上面这简单的4步就可以做到了。在观看那些中年妈妈们化妆的视频时，总能发现一些评论似乎带着不解和质疑，这么大年纪了，再怎么打扮也改变不了什么，年纪大了还费心打扮，不觉得尴尬吗？都这把年纪了，还化妆，真的有必要吗？然而，对于50岁以后的女性来说，化妆与否其实是一个关乎自我表达和内心感受的问题。奥黛丽·赫本说，上妆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好看，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信心。化妆从不是年轻人的特权，化妆是一个女人独有的秘密武器，它让你快乐、自信，成为最好的自己。化妆和年龄无关，任何年纪都有追求美的权利。知乎上有个提问，一个女人最好的保养品是什么？高赞的答案是时刻保持快乐，坚决不内耗，专注自己是女性最好的保养。快乐带来的活力是一个女人身体最好的滋养，不内耗带来的轻松是一个女人身体最好的舒缓，专注自己带来的充实是一个女人身体最好的保障。可可香奈儿女士说，真正的奢华是内外兼修，保持好心态，专注自身，你自会无惧岁月。1. 保持快乐。步入中年，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或许就是自己变成一个满腹牢骚的人。我们总在诉说着自己的辛劳无人理解，自己的付出似乎总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在我们老家，有位被大家称作王大妈的老人，她独自生活，总是向周围的人倾诉子女的不孝。她年轻时对孩子们倾注了全部的爱，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然而，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给予他应有的关怀和感激，邻居李先生却平静地告诉他，期望子女感恩是一种误解，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懂得人性的复杂。李先生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家境并不富裕，但父母总是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一些，去帮助村里的贫困家庭。他们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只是享受着助人为乐的那份喜悦。尽管他们的善举没有得到外界的明显回馈，但他们为自己的善行感到自豪，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奖赏。李先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领悟到，快乐其实并不遥远，其中的一个秘诀就是对许多事情保持一颗平常心，顺应人的本性，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它。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不必总是纠结于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不强求别人的感激，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2. 绝不内耗。内耗的体现往往在于我们既想要又想要的贪心。许多人感叹婆媳关系的复杂，实际上每个人的婆婆都不同。坦白说，即便婆婆愿意照顾媳妇和孙辈，两者在生活习惯、育儿观念上也存在诸多不同，很难遇到一个完全符合期望的婆婆。许多女人都梦想着有一个慷慨解囊、随叫随到，与自己生活习惯和育儿理念完全一致的婆婆。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事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也未必能够做到完美无缺。因此，如果期望婆婆能够帮忙照顾家庭，就得学会包容她的唠叨和管教。如果不愿意和婆婆共同生活，那么及早分开，对双方都是明智的选择。生活中的纠结和拧巴，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有时候，真正束缚我们的不是那些实际存在的难题，而是我们心中的固执想法。如果这种想法过于强烈，它会让我们身心俱疲，最终成为生活的傀儡，被牵着鼻子走。不要试图去改变老一辈的观念，你会发现他们往往不会听从。你只需提醒自己，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无法改变的，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3. 专注自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原本计划着静下心来读书，但手机的铃声一响，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有时仅仅是想看下时间，却不知不觉又陷入刷屏的漩涡，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而书本却依旧停留在那一页，未曾翻动。或许你曾试图打开微博，寻找一些创作灵感，却在各种花边新闻中迷失方向，这便是内心不够坚定，容易被外界干扰，难以集中精力于一件事上的表现。学会专注于自身，这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当你路过一群人围观的场景，内心的好奇心蠢蠢欲动时，记得提醒自己，那与你无关，保持距离。当某个新事物突然爆红，周围的人都在追捧时，不要急于跟风，而是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是否真的值得你投入时间和精力。无论你打听了多少事情，了解了多少八卦，这些都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别人的生活无论好坏，终究是别人的故事。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先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才有机会逐步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正如皮囊中所言，真正能给你力量的，是深厚的知识积累、坚实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情绪状态、有序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个永不言败的自己。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